本次红色猎人演习由我基地部分兵力海州市公安局和地方有关反恐机构、海州市武警支队以及驻扎在海州市附近的武警8710部队、东南战区陆航飞护旅等单位参与。当然，他们和特警学院教官团是一个阵营的。红军，要不这么着吧，我出去看看哪棵树结实，我一根绳吊死算了。现在不是贫嘴的时候，刘闯。报告，我并没有耍贫嘴，我说的是事实。您自个儿看看，就这部署，红军连带地方公安、解放军参加演习的兵力，起码得上万吧，更不用说技术装备的参与。对红军的战斗力的估量，应该不是数字级的了。这是一个强国军警联动反恐机制。就我们这10几个人，7、8条枪，那不是送死吗？既然不想让我们参与，那不如我自己找根绳吊死算了。你说的不错，你也很聪明。你们这支小队面对的是一个强国的军警联动反恐机制，无论从天空、陆地、海洋，甚至太空，有无数双警惕的眼睛在看着你们，在等待着你们这支小队的出现。而我们所拥有的军事、情报、侦察等手段训练有素，目的明确，枕戈待旦，磨快了刀，擦亮了枪，子弹背上了膛。你们都是老兵了，你们该知道，更可怕的是战士们的求胜欲。他们都是练狠了、关久了的猛兽，他们做梦都在期盼着有实战的机会，等待着你们的出现，用敌人的血来为自己未来的军事生涯添上华彩。您早说呀！合着练的不是我们，是他们。我算看着没了，我们啊是陪练，练的是他们，也练的是你们。大家都知道，红色利刃演习的红军部队是国家级反恐力量的基干力量。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他们要通过演习来进行磨合。演习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如果没有强大的假想敌，演习起不到任何作用，也就是演一场戏而已。在我的眼里，你们成不成器得看你们自己的表现了。但是陪练，你们还是合格的。知道。我们之所以是蓝军，因为我们这次扮演的是恐怖分子。也不完全是，他们也是你们的陪练。2015年12月27日，第12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8次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其中第71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的公安部门、安全部门可以出境执行反恐怖主义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派员出境执行反恐怖主义任务，要经过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批准。所以，组建国家级的武警反恐突击队，可不是让你们在自家地盘里折腾。是，懂了。你们一旦通过了演习考核，未来的任务很可能是在境外。作为武警内卫部队，你们是出色的，但是不要忘记，过去执行任务都是在境内，有当地政府、当地的公安机关积极配合，用不着考虑自身的安全。要是在境外秘密执行任务，没有那么多的便利条件，危险是不言而喻的。刘闯啊刘闯，现在只是让你在境内执行演习任务，你就想找根背包绳来上吊。要是让你在境外抓捕恐怖主义分子的头目呢，是不是要到处找敌敌畏啊？报告，敌敌畏就用不着了。如果完不成任务，我就死在那儿。我需要的不是你死，我要让你活着。只有活着才能继续战斗，只有活着才能保证完成任务。当然，你们现在还没资格接受这种艰巨的任务。从现在开始，咱们是敌对关系，记住了啊！要通过我这一关，
才算数。大家有信心没有？好吧，那你们就等着来送死。进来。什么意思啊？要赶我走啊？李斌，您不是准备要告辞吗？好你个刘闯啊！我们总得研究研究沙盘，做点战略部署什么的。您在这儿合适吗？明显不合适。成，我这就走。参谋长，你手下的人主意很正啊，你等着，我得好好的收拾他们。朱大钱，我请教官团的弟兄们吃顿饭吧。要是这帮兔崽子反过来把你们给收拾了，就当赔罪了啊！行了，不用了，我得回去给红军部署。好，我在演习场上等着你们。进来，给我们的教官送行。你们都听好了，抓他的时候要有礼貌。我们战场上见。李斌，等着，看我怎么抓你！随时恭候。别虚着了。哎，你们很熟啊？熟的不能再熟了，你们应该不是一批的吧？关你什么事儿啊？我多嘴行吗？行了，矛、盾，练矛也练盾。这次你们就是矛，红军是盾。你若打墙，你们以前没搞过，这次要认真对待。我在想一个问题，讲，那么多单位和部队，要是输给我们了，这以后见面那不得掐起来呀，是吧？虽然你是油嘴滑舌，但大战在即，举重若轻，也算是有点大将风度。保持。这儿。这次演习的作战任务是什么？根据蓝军的情报，有一名恐怖分子陶梦在演习区域城市活动，该城市处于敌对国家，恐怖集团和当地军警关系密切。除了当地军警的支持，他们自身的战斗力也不弱。你们已经猜出来了，恐怖集团由教官团扮演。你们的任务很简单，进入、抓获、撤离，尽可能隐蔽行踪。由于诸多不便说的因素，你们独立作战，没有更多的后援。一旦行动失败，也不会得到承认。跟演电影似的啊！以后你们要习惯，这是未来突击队的常态。要组建职业化的特战突击队，队员的心态也必须是职业化的。现在想离开还来得及，这不是电影，是未来你们要面对的复杂危机。我们这次去抓谁？进一步的情报，在你们进入抓捕准备阶段才会获得，这也是为了保密。知道了。万一我们在进入阶段就出了事儿，防止我们泄密。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家伙，我们得让黑山老妖和他教官团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失败的。你们是最好的吗？是。那就对了，要不是最好的，都跟着黑山老妖去当教官去了。主任，想什么呢？夏冬这个丫头辫子很久没见了，没想到现在居然成为了一名成熟的指挥员。第一次见这丫头，我就觉得这丫头不一般。她要干咱们这行啊，一定是把好手。马后炮，人家不提出改行你也没说啊。那时候谁能想到啊，她会因为好吧，想说什么就说，没事儿。对不起，主任，我不是故意的。哎，
你是不是跟刘闯很熟啊？没直接打过交道，就是当年武警特战比武的时候，他是选手，我是裁判。这货综合素质不错，但最让我没想到的是逆向思维，不按常理出牌呀。解救人质，他是满分。对，是满分。他把大家都给骗了，组织了大部分突击队员佯攻，他从下水道进去，炸了马桶，钻了出来。哎呦，那可是真马桶啊！我们平时在那儿上厕所啊，臭气熏天，光着膀子就出来了，个个背后挨枪。最后我们给了满分，他赔了马桶的钱。马桶钱又不是他掏的，杨思亮会给他报销的。哎，主任，你是不是很担心啊？是啊，我是有些担心。一个刘闯就够难对付的了，再加上夏冬这个鬼丫头，点子多。如果他们配合默契，劲儿往一处使，一定会给我们制造出很大的麻烦。也许他们会搞出大动静来。从来没见您这么纠结过。主任，我都快退休了，这一仗我不想输，输了我的脸面往哪儿放？可是从心里来讲，我又盼着这帮年轻人能赢。要不我们来干嘛？纠结死了。纠结呀，从来没有这么纠结过。看他们的本事吧。你们打算怎么办？我打算再来点阴的。阴的，你可别乱搞啊！你把事又搞大了，还得我擦屁股。参谋长同志，这事态已经很明显了，红军占据了所有的优势。如果按照常态的话，那我们不死定了吗？是不是？那也不能让我老跟着你擦屁股啊！记住，这是底线。要不这样吧，咱们回去商量，好不好？哎，连我也瞒着吗？参谋长同志，不是说好了秘密潜入吗？那你总得给我们留点秘密空间吧？行，走啊！向左向右转，退步走。拜拜，杨叔。哎呀，真的玩的就是心跳啊！这心呐，现在就开始加速跳喽！